Hello，大家周末好。当然，今天周六对我们来说才是周末，因为周六还要训练。正好训练完了，跟大家再聊一聊技术动作方面的问题。之前微博上有朋友说，对于高方，希望说我能给解剖一下。OK， 正好现在练完有时间，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高方这个问题。不好意思啊，刚才下午训练短袖练的湿透了，所以说又只能裸着上半身跟大家来探讨动作。OK， 其实练高方之前，我先建议大家压一个关节，肘贴墙，把这一块先给拉开，靠墙，这么先压，活动完了，然后你在练高方之前再这么压，两边都要压，这边压完了，然后换着手这边压，压完了再去动杠铃。其实高方跟其他动作要领是差不多的，很重要一点是还是一个架子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我之前看到很多朋友的高方，他的动作很多都是，可能是因为也可能说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去指导去看他，所以说他的动作就导致不是很正规。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我来就是说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队里面或者说高方应该要注意的哪些方面。OK， 我们动杠铃，高方 OK 都一样要带零吧，是吧？要带零吧。当然这个带零，你看从我侧面看，带零跟其他做动作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带零的时候整个屁股在前面，肩又是在拿的。首先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腰背收紧，胸顶起来，腰背收住，手臂是放松的，不是手臂不是这样的，手臂如果说是紧的，一带杠，你看手臂紧的带杠去发力的话，很可能就是导致这么一个动作出来。所以说要注意的是，这个手臂千万不要去拿，腰背一定要收。手臂去拿，我先做一个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手臂去拿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你手臂先去用劲了，所以说你接杠的时候肩臂也是僵的，所以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情况。肩臂一定要放松，然后腰背收住。高方还要有一个意识，发力接杠的意思，一发力完啪马上出肘，并如果说手臂僵的话，就没法做到这么迅速的出肘。所以说很多人高方可能一拿起来就变成这样，重量到脖子上了，还是这样拿着的。肩臂一定要放松，再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腰背一定要收紧。腰背做什么动作，起零的时候都是要收紧，都是要卡紧。卡紧的情况下，才可能把重量顶好，然后到发力点才可能把腿的劲用出来。如果说一开始没卡紧腰背，自然而然就到肩臂上去了重量。肩臂上去的话，你发力只会在前面，腿的劲是用不出来的。你只有腰背收紧了，然后引膝带杠发力。这个发力接杠的意识非常重要。看，大家看，这么一回事。千万不敢高方提早用手臂去拿的话只会导致后边的动作做不出来。OK， 今天跟大家分享高方就到这里，下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探讨。